高达拿来当充电宝用，重获新生的强袭背包装备。机动战士高达 SEED MSV 机甲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GATX-105 P204QX。闪电强袭高达是地球联合军为解决高达早期续航偏低问题，专门开发的一款提供给强袭高达使用的新型背包，所以由此可以确定该型背包的第一个功能，那就是像战斗机携带的副油箱一样，需要提供能量来使高达的续航能力得到提升。这也反映了为地球联合军研发的新型机动战士能耗所带来的续航焦虑到了比较紧迫的程度。尽管高达使用的光束武器和 PS 装甲已经足够在性能上压制扎夫特的机动战士，但这两样装备都属于是高耗能装备，极大影响了高达性能的发挥。而这个问题在研发阶段就已经明确，所以地球联合军军部就这个问题发起了新的研发项目，来加强高达的持续作战能力，要求续航能力提升至强袭高达的150%。于是这个项目就交付给了 IDEX 公司负责。然而这个项目的研发进程并不顺利，原因在于 IDEX 公司在相关技术能力上研发实力不足，无法处理好背包新增的重量给机体带来的额外负担，导致机体的机动性能下降明显，这样又不得不加强动力输出，导致背包体积增大，重量也跟着进一步增加，而且在运作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废热，这就让 IDEX 公司还得往上增加新的冷切系统，结果又进一步增加了重量，导致背包始终未能达到提升150%的续航目标。在始终未能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情况下， IDEX 公司只好选择搁置了这个研发项目，之后改由奥布的曙光社来继续研发。作为高达研发项目的合作伙伴，奥布的曙光社在部分领域上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为地球联合发展机动战士技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具体到这个闪电背包装备而言，曙光社成功解决了大容量能量包和高性能冷却装置小型化的技术，于是在此基础上研发的闪电背包装备不但达到了提升150%续航能力的要求，而且体积和重量没有对机动性能造成太大的影响。除了本身的续航能力得到提升之外，使用闪电背包的强袭高达还能给其他高达提供能量补充，这个功能就像空中加油机那样，通过受油管道给各型作战飞机补充油料，以此提升作战半径来满足执行远距离的作战任务。但对比扎夫特在 CE73 年时期投入使用的刀和光束供电系统，闪电强袭高达显得就比较原始，无论在供电效率还是供给量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后来这个刀和光束供电系统经过小型化，实现了单架高达短时间内完成功能的需要，灵活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这一点闪电强袭高达倒是另有优势，可以由空中霸王作为平台来搭载闪电背包，这样像闪电背包以支援作为主要作用的装备，在空中霸王这个平台上就会有更大的发挥。这其中唯独明显不足的地方，那就是空中霸王属于是大气层内作战的空 U 型战机，无法进入到宇宙环境中作战。另外，闪电背包并不只提升了强袭高达的续航能力，其中对机动性能方面也进行了提升。除了在背包中间位置的推进器之外，在左右两侧这些个位置也各设了一个推进器，当强袭高达要加速前进时，这两个伸出的模块就会展开露出推进器进行加速，而且连接的这个部分可进行转动，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发挥出二元矢量发动机的机动性能。而这两组推进器一启动使用，也意味着闪电强袭高达进入了高机动的状态。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在这两个模块的前半部分空间里，还内置了测距用的探测设备。有了这套探测设备，机体就可以进行超远距离的精确射击，为此还专门准备了一把武器配合使用，而这把武器便是7031式电磁加农炮，其结构是由两把电磁加农炮组合而成，分别是70式电磁加农炮和31式电磁加农炮。这点与暴风高达装备的两把手持武器相同，而区别的地方在于暴风高达是两种不同武器进行搭配，所以无论是将武器进行组合还是分开，其打击手段都比较多样。而闪电强袭高达则就比较单一，即便是在分开的状态下，附在两个手臂上的电磁加农炮也是用穿甲弹来攻击近距离范围内的目标，而这两把武器组合后的作用对攻击力的提升比较有限，但在提升有效攻击距离方面非常明显。依靠左右两组测距探测器的辅助，在地面上的有效射击距离为120千米，而到了宇宙环境当中，在对磁场和重力等外部因素影响进行了修正以后，能使有效攻击距离可达1万千米以上。如此超远距离的精确射击必然会消耗巨大的电能才能满足，
所以跟炮战型背包的超高能脉冲炮一样，通过电线直接与背包的能量包进行连接功能，也可以选择连接其他电源代替，以此降低高达本身能量的消耗。然后剩余的武装就是强袭高达自带的近防机炮和破甲者战术小刀。可以说，为了保证续航能力能达到150%，闪电背包在定位上就成了支援型装备，而武器配置也相应做出了取舍。但这并不意味着闪电背包的战斗力就会低下。在地球联合攻打奥布期间，奥布的曙光社完成了闪电背包装备的研发和制造，但后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这套闪电背包装备还没来得及组装，就送到了草薙号宇宙战舰上，一同前往了宇宙。接着就在草薙号上完成了组装，开始投入使用。于是找了一个宇宙暗礁的区域，游牧驾驶的强袭高达在装备上闪电背包后，便开始出击进行装备测试。结果在测试的途中遭遇到了扎夫特的警戒部队。虽然扎夫特一共有5架机动战士，在数量上占据着比较大的优势，但还是被木连续击破了3架，而剩下的2架机体见此情况选择了脱离战场。由于这2架机体脱离战线比较早，在等木回过头来时已经飞离了相当遥远的位置，感觉到来不及追击的木便立即朝着这2架机体离去的方向单独放飞了闪电背包，然后在飞出了一段距离之后，通过背包上2个测距探测设备的辅助，利用组合后的7031型电磁炮进行超远距离攻击，成功将远处逃跑的这2架机体击破。据称这次命中目标的射击距离就超过了4万千米，远远超出了前面提到的1万千米这一指标。由此可见，闪电背包的性能和木两者在这一场战斗中的表现都令人感到赞叹。然而闪电背包在单独飞出去了以后，由于不具备像正义高达的背包那样可进行操控的功能，所以就一直朝前飞行，直到能量全部耗尽。就这样看着已经远去的闪电背包，无奈之下木便选择放弃了回收，没有在之后的战斗得以继续使用。而除了闪电背包之外，奥布的曙光社还接手了另一个背包装备的研发项目，这个背包装备便是型号为 P202QX 的 IWSP， 也就是综合作战背包。可以看到，在背包上布满了各种类型的武装，这其中最显眼的是2门115毫米口径的电磁炮，其特点是威力大、射程远，是 IWSP 背包主要的远程打击手段，并且还设了2门105毫米口径的加农炮作为副炮，以此来进一步加强火力输出，提升打击效果。而在近战武器方面，则配备了2把9.1米长的对剑刀，与扎夫特金恩使用的重斩刀一样，都是实体武器。虽然破坏力巨大，但对比剑战型背包的斩剑刀要逊色一些。除了背包上的武装之外，右手携带的综合防盾装备也附带有武装，其中之一便是剑战型背包上的光束回旋镖。作为投掷武器，光束回旋镖在对付近距离的目标具有极佳效果，能够发挥出突袭的作用，从而击破对方，并且可以回收反复攻击使用。另一个武装是30毫米口径的加特林机炮，该武器依靠极快的射速来进行密集攻击，比较适合打击人员和轻型装甲等目标，也可以进行扫射形成弹幕，来发挥出对敌火力压制的作用。而右手携带的武器通常是原有的57毫米口径的高能光束步枪，这把武器的射击距离覆盖了中远距离的范围，对于打击大多数常规目标都有不错的毁伤效果，还可以借助瞄准装置进行精确射击。剩下的武器算上本身自带的破甲者战术小刀和在头部的75毫米口径的近防机炮，让使用 IWSP 综合背包的强袭高达全身上下的武装类型就多达8种，作战范围实现了远中近全距离覆盖。虽然看似满足了无需换装适应各种战斗的射击目标，但也让操作综合作战背包也变得极其繁琐，这对驾驶员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带来能耗过高导致机体续航下降的问题。结果这一问题困住了负责研发的 PMP 公司。尽管这家来自大西洋联邦的公司具有很强的研发实力，其研发成果就包括了空中霸王这样的优秀武器装备，但在 IWSP 综合背包上遭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在对背包装备产生的耗能过高的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于是将这个背包装备转给了奥布的曙光社。这之后，曙光社经过改进解决了耗能过高的问题，并按照既定的开发计划将这个 IWSP 综合背包装到了强袭嫣红上使用，但 IWSP 背包操作起来较为困难，以嫣红强袭的
的驾驶员卡加利的水平来看，很难做到操作自如投入到实战当中，因此后续又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于是变成了封装背包装备来代替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另一家军工企业也拿到了 IWSP 综合背包的数据，而这家企业便是阿克泰昂公司。虽然在机动战士研发领域属于是新兴企业，但在后来参与大西洋联邦的 G 系列高达升级计划的过程中，也逐步掌握了机动战士的制造技术，所以在得到 IWSP 综合背包的数据后，很快就复制出了2个背包装备，分别给新造的强袭高达和强袭高达异形装备使用。其中给强袭高达异形的 IWSP 背包有所改动，而变化的地方是电磁炮的炮管有所缩短，配套的传感器装置也进行了更换，剩余其他的则没有做出改变。同时，这款 IWSP 综合背包的型号由 P202QX 变成了 AQM-EM1。接着，这2款由阿克泰昂公司制造的高达都交付给了幻通部队的史温卡尔巴彦负责驾驶。由于这个时间已经处于 CE73年，强袭高达的性能开始显得落后，所以最终投入实战使用的是这款升级后的强袭高达 A 型。而在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包括闪电背包在内，这2件背包装备还在屠杀短剑上装备使用过，而且这些装备和驾驶员都是由奥布和地球联合一起提供，然后组成了一个作战小队前往火星执行任务。而这个小队的队长正是幻痛部队的史温，但是一到火星，这个使用屠杀短剑的小队惨遭全灭，于是所有屠杀短剑携带的背包装备很戏剧性的全部归到了史温身上。